不是，藍牙耳機就藍牙耳機，還有在得金氏世界紀錄的哦。Soundcore Liberty 5 Pro Max 開賣啦，要價7490元。你有看到我的臉在這個熒幕上嗎？沒錯，這台 Soundcore Liberty 5 Pro Max 居然搭載了一塊1.78寸的熒幕，而且是觸控的。Soundcore 還號稱這台擁有市面上表現最好的通話品質，得過金氏世界紀錄，直接對標價錢也差不多的 AirPods Pro 3啊，到底有沒有把蘋果放在眼裡啊？剛我亞加厲害，我測給你們看，走。要去哪裡啊？唱 K 啊！唱 K 哦。我跟小美去開包廂，等等我們用電話錄影開會好不好？好，是我們現在是 iPhone 通話。对，現在是 iPhone 通話。等一下啊，什麼歌沒了？沒了。可以播嗨一點的歌，然後你們可以跳起來嗎？他們那邊還是一樣吵嗎？你們那邊？這是有戴耳機的通話的音質，我完全聽不到你旁邊的任何聲音。喝了一點都沒。你那個耳機叫什麼名字？Soundcore Liberty 5 Pro Max。對，你聲音非常的清楚而且旁邊完全沒聲音呢。对，他们旁邊戴耳機開低頭表會。但你真的聽不到，對不對？我真的聽不到，我只聽到你的聲音。甚至你現在跟我講說你不在 KTV， 我都相信哎。這就是那個什麼金氏世界紀錄。聽起來你好像喝醉。Uber， 連 KTV 這麼嘈雜的環境，對方也能把聲音聽得一清二楚，為什麼可以降噪降得這麼誇張？為了達到這個效果，Soundcore這回找了第三方獨立機構出來測試，同時找了14個對手，雖然很神秘，沒有公開是誰，也不知道有沒有找了銷量爸爸 AirPods 當對手。總之呢，綜合評估了人聲本身有沒有失真、機械感問題、背景噪音多不多等，最後是由 Liberty 5 Pro 得到了通話清晰度最高分。想不到吧？通話品質也有金氏世界紀錄。既然金氏世界紀錄都搬出來了，也代表着總不可能是隨便測的吧？這麼強調通話品質，明顯感覺出來這款耳機就走的是一個商務路線。雖然熒幕前的你可能感受度上沒有那麼強烈，但建議想試聽的朋友們，歡迎到 Q 哥50間的門市去試聽哦。既然旗艦都出來了，那會比 AirPods Pro 3貴嗎？來 ，Liberty 5 Pro 台灣定價5990元 ，Pro Max 7490元。哇，定價跟 Apple 最新的 AirPods Pro 3一模一樣，7490元呢。是說要挑戰蘋果有這麼容易嗎？因為這次Soundcore太接近 AirPods 的定價。國外一眾3C 權威也說，這是Soundcore第一次被這樣拿來跟 Apple 做比較，要賣到 AirPods Pro 3的價格，到底還端出了什麼牛肉？今天一樣用價格這件事情來告訴你值不值得買。而這次 Liberty 5 Pro 旗艦系列有 Pro 跟 Pro Max 兩個產品 ，Pro 有黑白粉藍4個顏色 ，Pro Max 有黑跟金。而這次我們買來的是白色的 Pro， 還有鈦金屬色的 Pro Max。Pro Max 這個金色屬於很低調的金，不會很高調閃，走一個質感的路線。Pro 是橫向的小螢幕，延續 Liberty 5採用劃開蓋子的方式，整個絲滑到我很喜歡。這個巨大的螢幕蓋在充電盒上，一看就知道是 Pro Max 的概念。整個上蓋做成一體化的1.78寸面板，可以用來設定耳機的功能，還不只是個盒子，可以說是個錄音裝置。整面滑蓋都是螢幕，是可以放上很帥的照片當桌布，沒錯啦。但也令人很好奇，充電盒做成這樣，難不成以後會有新的玩法嗎？例如可以直接復古養起電子機，或是怪獸對打機，還是接上錶帶以後變成 Anchor Watch 啊？沒有，以上都是我亂說的。雖然螢幕這麼大個，但還是必須誠心建議要下載Soundcore的 App 下來用，會有很多新的功能是必須透過 App 去實現的。Pro 的充電盒明顯不一樣，面板變小了很多，但長得很可愛，像趴着的寵物雞。不過耳機本體倒是跟 Pro Max 一模一樣，單體降噪、通話品質、晶片音質等等都是一樣的。但既然耳機本體沒差，而差一個全螢幕的充電盒要貴2000元，有夠 Max 嗎？至於這兩顆耳機，回頭看上一代 Liberty 4 Pro 就是有耳柄的，我亂猜啦，可能是為了要裝 AI 晶片，所以 Liberty 5 Pro 的系列外形沒有了細細的耳柄，變成很簡約的豌豆型，戴起來不突兀，顏色也很高級，而且沒有了耳柄，少了受風面，風切聲可能會變小，收音就可以更清楚的呈現，外觀上也能和上一代的產品做出了區隔。這一代 Liberty 少了耳柄，多了耳翼，這一小片軟矽膠可以幫你更好的固定在你的耳
耳朵上，每個人的耳朵大小不同，商扣也很貼心的附上3組不同大小的耳翼，可以給你自由的替換。除此之外，還有5組大小不同的耳塞，整整齊齊放在耳子底部。不特別說，我還真沒有發現，選適合你的尺寸戴上會是最舒服。但不得不說，預設的戴起來就已經很舒服了，幾乎沒有什麼存在感。貼合耳道搭配降噪功能，隔壁再怎麼打呼，還是能幫你把整個世界都隔絕開來。但另外一件事，沒有耳柄的話，麥克風相對會離嘴巴比較遠一點，這時候就需要 AI 晶片來神救援。這顆晶片主打純算一體，就像你把冰箱放到流理台隔壁，菜馬上拿出來就可以馬上處理。AI 資料的儲存跟運算之間不用再傳輸來傳出去，不只提升了通話品質，也會幫忙強化主動降噪。主動降噪雖然對藍牙耳機來說可能是標配了，但必須說這降噪真的不是開玩笑的。8顆感測器加 AI 晶片，官方號稱比前代旗艦強1倍，甚至有些夥伴還覺得降得太安靜了，會有點頭痛，像暈車一樣的感覺。好在它有5個程度的控制，你可以不用開那麼強的降噪，也可以開自適應模式讓它自動調整，也一樣有參透模式跟對話感知，一講話就自動轉通透。那音質呢？前面講了這麼多，都快要忘記這是耳機了。耳機最重要的就是音質吧？你買耳機是為了什麼？聽音樂、開會記錄，還是開降噪進入一個無我之境開始禪修？你會嗎？但音質就真的是一個玄學了。網絡上很多開箱介紹耳機的，我們必須承認每個人聽到的都不一樣，自己能分出好壞與喜愛，但別人也不一定認同，所以還是要親身體驗是最準的。整體來說 Liberty 5 Pro 或 Pro Max 的聽感是很溫和的，可以說這個高音的細節比較少。雖然這次 Pro Max 主打一個旗艦，但主要是強化特定場景的功能。如果單論音質的方面，完全可以拿 Pro 的價格跟同值大約5000左右的藍牙耳機來相比，不用期待的太高，但也不會讓你失望。剛剛講到這個黑盒子可以錄音，也講到要記得下載 App， 但沒有說到這個錄音的最大重點是 AI 錄音。你可以用這個盒子搭配 App， 它會把錄到的內容直接交給 AI 做重點整理，可以給你會議記錄、逐字稿、內容分析、重點摘要等等功能。對，你沒有聽錯，就是跟這些吸在手機後面的 AI 錄音卡的功能超像。這個我可是買了超過3個品牌的，每張售價都至少超過3000元以上，有的還快要6000元。3口這會直接坐進充電盒裡面了。如果你的工作形態是跟我們一樣，常常需要移動和各式各樣的人見面、開會討論事情、教育訓練、討論拍攝等等，那這個小盒子就可以幫你錄音，直接記下當面面談的內容。你可以直接到3口的 App 去做重點整理，非常的方便。但也不是容量無上限，每個月只有免費2小時錄音時間的額度，再多的話就要付訂閱費或者空間費用，跟市面上的其他同質性產品差不多。但就以硬體功能來說，可以說是相當的划算。再來把續航的數字攤開來之前，要知道藍牙耳機的續航標示實在有夠亂的，分成耳機本身的電跟加上充電盒的電，2個東西標出2種電量，這都沒有什麼問題。但竟然還要看有沒有開降噪，太麻煩了。我們就看有開降噪的續航就好了。Liberty 5 Pro Max 加充電盒的總續航是28小時，耳機單次續航6.5小時。這樣看起來，這個小黑盒能給的電量還是蠻多的，不愧是 Anker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另一個很大的重點，面對面即時翻譯的功能，也一樣要搭配 App 去操作。一人拿着小黑盒，一人拿着手機，要記得要先切換成正確的語言，這樣就可以讓你的小黑盒當成你的即時翻譯員，去哪旅行都不怕語言不通，甚至語言通了，你還可以借此分享你喜歡的音樂、喜愛的影片，分享耳機，散播歡樂，散播愛。Liberty 5 Pro Max 最大的差異化，除了充電盒有螢幕可以錄音、可以即時翻譯的小黑盒，應該就是得到金氏世界紀錄的通話品質了吧？除了塞顆 AI 晶片，就讓你一句話不用說2次。雖然防水防塵稍微弱了點 ，IP55 對上 AirPods 的 IP57，但續航方面 Anker 有名的就是行動電源啊，算是小贏 AirPods Pro 3的總續航24小時一點。但也老實說，這2個品牌走在不同的發展方向，各有各的出路，也沒有必要去硬比哪一個比較好。以我個人的角度再看，我花了7490元買到了一顆音質不錯、能聽歌、能高品質通話、能高強度降噪、能舒適佩戴，同時帶有 AI 錄音卡功能、即時翻譯功能，已經可以說是有很高程度的完整性了。更棒的是，我如此帥氣的照片還出現在這裡。Anker 這次選擇了用很特定的專業面向去打入旗艦市場，也確實是一個很好的策略。光一張 AI 錄音卡就要好幾千元了，值得大家去體驗看看。
而 Anker 的影音才剛要走入旗艦的大門，能做到這樣就已經很不容易了。其實今年4月，在中國的社群上 ，Anker 就已經公布說，旗下的音讯子品牌Soundcore即日起正式更名為 Anker 安克影音，不是新產品線，也不是被收購，就只是把旗下這些耳機、喇叭、投影機等子品牌都整合起來，是品牌名稱的整合升級啦。我們可以想象，Soundcore這個名字可能未來就漸漸淡出了，都會回到主品牌 Anker。如此一來，智能影音這個分類就能跟現有的充電儲能跟智能創新並列，品牌架構更清楚 ，Anker 也更完整了。而自從Soundcore在2018年紐約東京亮相以來，一直都是主打耳機、喇叭這類純音訊產品的品牌。可以看出，這波改名背後其實不只是整合，改名後馬上就推出品牌最高價的耳機 Liberty 5 Pro 系列，明顯就是想要慢慢擺脫平價配件的品牌定位，表現出想要跟高階品牌正面對決的野心。過去他可能贏在銷量，但現在他目光看向的是品牌的高度，你覺得呢？當然 Q 哥也會繼續在這裡為你繼續開箱，引進更多的產品到門市讓各位去體驗。那麼希望你會喜歡我們這一集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感謝你的陪伴，那我們下次再見嘍，拜拜。